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黄花半年啊。我们现在位于的是新疆的大红柳滩啊。我们从昨天中午11点开车啊，一直开到昨天晚上将近8点半啊，开了将近500多公里。现在我们距离新疆的叶城还有500公里啊。今天预计还要开个10个小时啊。今天估计又是赶路的一天啊。看一下这边的山脉啊，这一片山系叫喀喇昆仑山系啊，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昆仑山系啊，它这个名字就叫喀喇昆仑山，是2个不同的山系啊。昨天开的一天啊，这车上全是冰啊。我们现在的海拔是4000多米啊。好消息是我们今天到了叶城以后，海拔就降到1000多米了，气温会有大幅度的上升啊。新疆那边现在正好是秋天啊，算是赶上了一个尾巴啊。现在出发了啊，我们离开这个寒冷的地方了，离开高原，正式进入新疆。今天算是真正进入新疆了啊。昨天晚上又是冻了厚厚的一层冰啊，车外温度是零下的7度啊。铺上电热毯，加上在阿里那边买的热水袋啊，现在晚上睡觉是很暖和的啊，一点都不冷。红柳滩这边有个检查站啊，通行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10点钟啊。我们刚才在这排队登记了信息，过了检查站啊。然后红柳滩这边的海拔是4000多米啊，叶城的海拔是1000多米啊。今天应该还要翻越3座达瓦啊。不过这3座达瓦的海拔呢是一座比一座低啊。今天就相当于一路走下坡路吧，可以这么说吧。我们昨天从西藏过来这边，大部分时间是在走下坡路啊。然后油耗的话，从5.8开到了5.5啊。关于这个下坡滑行啊，怎么样才省油啊？答案就是带档滑行啊。除了已经淘汰的化油器的车啊，带档滑行只要转速高于逆序喷油点啊，一般是1100转以上啊，那么发动机它就不会喷油了啊。但是如果空档的话，它还是会耗油的啊。像我们这个车挂空档滑行的话，2-3个油啊100公里；带档滑行的话，档位控制的稍微低一点，顺便还能用发动机制动，然后顺便还能省油。现在的平均油耗是5.6啊。我们看一下今天从4000米下降到1000多米啊，这一路下坡我们的油耗能开到多少啊？我们刚才路过一个检查站啊，不过这个检查站比较特别啊，它不检查你的边防证啊这些东西，它记了你的车牌号，然后给了一个限速单啊，限速60。到下一个检查站的时候，不能超过它规定的这个时间啊，不然就算超速了就要罚款啊。人工限速。打卡一下康熙瓦达坂啊，海拔4269米。什么叫现代版的前车之鉴啊？就是说在新疆的公路上开车啊，如果你突然看到前面密密麻麻的这种刹车的车印子啊，一定要及时的减速啊。要么就是有个沟，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呢路基塌陷了啊，就会跳车啊。这就是现代版的前车之鉴啊。看这边的前车之鉴啊，属于中等的啊，估计也是要跳车啊，减速。如果说是车速快的话，肯定就会直接飞起来的。打卡一下昆仑山脉啊，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昆仑山脉是不是就是这个山脉啊，反正地图上显示的是昆仑山脉。咱们刚才把放行条给他了啊，没有超时。现在是中午的快12点半了啊，我们现在到达了30里营房啊。这是我们从早上到现在路过的第一个补给点啊。这边停车位用石头画的，还挺有特色的。去个这边啊，看看这边物价。我操！我们30块钱吃了个盖饭啊，这边的盖饭我觉得还是挺实惠的啊，分量很大啊，给的米饭也很多，满满的一大盘子啊。物价相对来讲还是有点贵啊，考虑到这边离叶城还有364公里啊，这个地方其实也挺偏僻的，只有一条219国道。现在继续出发，364公里，预计需要6到7个小时啊，估计要8、9点才能到了，按照我这个速度啊。这边的海拔大概是3600多米啊，30里营房和赛图拉镇这2个应该是一个地方啊。
进入叶城了哈，离县城还有300多公里。科克阿特打板，海拔5000米啊。科克阿特打板以后，这个路就比较烂呀，都是这种石子路了。前面这个小轿车很容易擦底盘啊，这边还好一点啊。前面有几个沟，那种上下坡，沟太长了。这边又有个车，估计是下雪的时候冲出来了。前面车上拉了一车的骆驼啊，我才发现啊，之前都是看见车拉牛拉羊去卖啊，咱这是第一次看见还有拉骆驼的。打卡一下瑟日克或者塞利亚克打板啊，本来不想打卡的，但是这个路真的是太难走了。我发现新疆的这2个打板啊，路都特别难走啊，4969米啊，海拔虽然不高，但是这边的雪很多很厚啊。继续赶路啊，今天晚上估计得9点到了。现在是6点15分啊，刚才又过了一个检查站啊。检查站的小哥啊说，现在过去叶城那边还得4个小时啊，导航是显示3个小时啊，还要翻越一座打板啊。那我估计我们今天应该是到不了叶城了。哇，到西藏这边就开始放骆驼了，不放牛了，好高啊！我们现在的海拔已经到了2500米了。车外温度已经到了11度、12度了。按照海拔每升高100米，气温下降0.6度，2500米气温应该升高是15度。这样的话，海拔5000米现在是零下3度，这个规律差不多就能对上了啊。然后看一下啊，现在的气压啊，这个洗衣粉现在已经压成这个样了啊，车都感觉有劲儿了啊。哎，这边有个飞机，看天上有光剑。我们马上就要翻越最后一个打板了啊！翻过这个打板，一路尽是下坡路啊！今天把咱人生的下坡路全走完了。打卡一下阿卡兹打板啊，这个打板3000米啊，我们刚才开到2000多米，现在又开回来3000米啊。这是我们进新疆的最后一个打板了，看一下这个光影，绝了呀！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顺利完成新藏线了啊。加油！今天晚上加油赶路一下，明天休息一下。在夕阳中前行啊，看咱的影子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这就在我们一路狂奔，准备迎接美好的未来的时候，这怎么突然还堵车了呢？正好我们做个总结啊。新藏线这条线，我觉得整体难度不高啊，整体路况是比较好的，比丙察察线平均水平是好的。但是它的路况最差的地方，我觉得是比丙察察的线路的路况是更差的啊，也就是说，丙察察线它是差的很平均啊，这边是好的路很好，差的路特别差啊，就有的地方我都感觉轿车是过不去的啊。从我走完西藏以来，我认为西藏只要是个车啊都能开，因为没有很差的路啊，除非你要走丙察察线啊，其他的线路真的没有很差的，你随便开，什么车都可以随便开。来到这边，我认为可能就是小轿车可能会刮底盘啊，但这不是绝对的。我来的时候，我看到非常多的小轿车也都能走啊，可能是人家走线的技术比较高超啊，所以说没问题。然后我们走新藏线，昨天应该是走了3座打板啊，今天走了4座打板，然后应该一共是走了7座打板啊。今天到现在为止的油耗还是5.5啊，今天的海拔从4500应该是要降到2000，按理来说油耗会很低啊，但是为什么没低呢？今天走的2个打板啊，路都特别的难走，按正常来讲，下坡路一路带档滑行是可以省油的，就不费油的走啊。但是这2个打板的路全是碎石子路啊，全是土路，各种坑，所以说我们只能一路就是
2档、1档，刹着车这么走啊，还好啊，等的不久，现在出发了。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啊，我们现在离叶城还有1个半小时的路程啊，我们就不往前赶路了。然后现在是在普萨啊，我们就在这个路边这边停了，这边停了很多大货车啊，明天再去叶城休整了。今天就是这样了，拜拜。